划，叫做省出100万，那也是在这个频道上面第一支比较长一点的影片。会想要做这个省出100万呢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当初买这间房子的时候，已经把所有的钱全部都花光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只剩下下个月的薪水这样子，一直不断的，就是每个月的薪水抽一点钱出来，什么装潢啊、家具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当初刚搬进来的时候，甚至连床架都没有，是直接之前的旧床垫搬进来就直接躺着，然后赶快退租跟房东要就是一些押金等等的，所以就想说。我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 ，DIY 真的是可以省很多钱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既然在做 DIY 的同时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来拍一个这样子的计划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我自己 DIY 的一些心路历程。那我自己是觉得 DIY 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，然后也真的是不能说每一件都省很多钱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可以省下一些像工钱啊、材料费啊，然后自己去省下来的这些钱，可以去挑一些你觉得品质更好、效果更好的东西。如果你已经很有钱了，就不需要特别的去 DIY， 因为其实 DIY 真的是蛮花时间的。找一个专业的师傅过来，有时候反而跟你的时薪比起来，搞不好师傅找个师傅过来还比较划算。像我最近装的 RO 滤水器，就是我下一集打算拍的，以及我这次换的厨房的抽拉龙头，就是我准备这一集要介绍的东西，我基本上都会弄，一定都是弄个1-2个钟头，甚至3-4个钟头这样子。那有时候如果东西不够，或者是材料不对，甚至还要再出去再购买一些新的材料，那有时候也是会买错材料。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如果你的薪水够100万了，不需要再省出100万。那像我可能就需要开源节流，我就觉得这个 DIY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，那今天的主题呢，主要是更换厨房的水龙头。基本上厨房的水龙头是一个大家比较常在使用的，除了厕所之外啦，就是可能主卧的水龙头。接下来就是厨房的水龙头。那厨房的水龙头呢，我自己这样子用下来，我的心得是，我觉得抽拉龙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，就是它在厨房的便利性是非常高的。那我旧的水龙头大概长这样，那我就是打算换一个全新的抽拉龙头。我之前在我的老家有看过，那时候选的材质比较不好，那这次有特别再挑过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材质，是那种无铅不锈钢的抽拉龙头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我换的过程，我自己觉得不会到很困难，那换起来 CP 值也还算蛮高的。如果你觉得很麻烦，其实也可以直接在特力屋购买，然后加购它的安装费等等，这也都是 OK 的。或者是你自己买好，那自己过来装。那我自己是觉得换起来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很久再加上我后面还打算换加装 RO 滤水器，所以我当初才会选择自己安装抽拉龙头，然后顺便安装预留我之后安装 RO 滤水器的一个表现。那今天的主题就正式开始。这是我旧的厨房水龙头，其实也没有不能用，但就是这个不是有点脏了，是前房客前屋主留下来的，也有点旧了。我就想说，干脆把它给换了。首先是开箱水龙头，这些是我这次要安装的所有零件。水龙头上可以看到刚刚说的无铅认证，接下来就正式开始安装吧。好，接下来要进行关水的部分了。那关水的部分基本上就是看你的三角反耳啦，有的人的三角反耳比较好，他用转的就可以了。而我这个没有一致气质，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把它转紧，转到不会漏水就可以了。那原则上就是一直把它转紧。好，把它转紧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再来看一下，打开之后就应该要是不会漏水的状态，这就是三角反耳转完之后的效果。好。那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开始拆冷热水管以及我们旧的水龙头。待会我会先装这个是之后要把 RO 的水分出来的地方。原则上它就是会安装在冷水管，那已经确认好冷水管是右边这个了。我没注意到这个。里面有塑胶垫圈，我原本还以为要安装止泻带，但看起来应该是不用。里面如果有垫圈的话，原则上我记得是不需要安装，就是不需要再用那个止水带就可以做达到止水的效果了，就是那个黑色的垫圈。原则上就是锁上去。当然刚开始都可以用手锁就是用手锁紧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后面就得用一些工具了。所以这时候就很考验家里有什么工具。如果没有工具的话，建议还是要去买一些符合它的大小的工具。
待会凹的就大概是接这个方向啊，大概因为我不太会算那个旋转的方向。那这个是刚买到的，那其实原则上的话，如果有大一点的这种扳手的话，用这种会比较方便。但因为我实在不太想再买一只大的，所以我就想说这次换用这个就好。好，这个一般来讲是不会用到啦，但就是如果像我接下来要装 RO 滤水器的话，就会需要把原本的三角翻耳再分一支 RO 的水出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接这个是管点，要做那个下次要做 RO 的 RO 滤水器安装，然后它的那个 RO 管就是要做一个这个分出去的那个出水，就是出 RO 就是出水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就是看你的管的大小去做选择。好，那接下来因为它这个头要去接那个三角翻耳那边，我有做一个延伸的，那这个要顺时钟的去缠这个止水带，那原则上要缠的圈数是大概我查都大概是16、17圈那附近啊。好，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、5圈、6圈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好，大概这样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用手了啊，手段之后，然后把它稍微出力，这样按一下，那就可以这样子哦。OK， 这样就是大概就缠好了，这样待会就可以直接做，就把它转上去就可以用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安装上去。原则上一开始前几圈用手转就可以了。大概转不动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拿这个扳手，然后把这边转紧。拿扳手的话，尽量不要拿太后面，容易把东西转动。拿前面一点，然后把它转紧就好了。转到大概有点转不太动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就大概转到这边，然后之后使用上可以这样子开关，它不会说挡到或者是没有办法用，就是基本上应该就可以了啦。我大概就转到这边，我觉得转紧了，然后使用上也不太会有问题，稍微转到90度好了。OK， 大概就这样。拆这个尾叶，这个其实不太好拆，但是说3根其实有点硬，想办法穿过这个洞，就有一个角度，还有一个洞过了，就还过了，然后从上面。然后接下来这只半雕，OK， 好，再来就是2号。你拿那个你。来。拉一边拉一边啊。这个几个要先安装在这底下，才不会露出来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漏进去，顺序不能错。好，压好，这是防漏水用的。然后再来就是装这个洞，然后待会再来调整位置。现在先保持这样，好。那不对，先让它倒好，因为没办法。我兄弟，很紧。让它靠着，就这样，好，先暂停。
面原则上就是边转紧之后，但不要转到太紧。接下来就是上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微调，微调它的可能孔的位置啊，然后转的方向，就是你可能的这个要放在左边还右边这样。好，原则上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原则上就是抽拉水管的重点。好，你稍微拍一下上面。抽拉水管，只要这一条拉着，所有重点就是靠这一条。好，那该装的电圈还是要装。就是这根要把它锁上去。调冷的就调热了。帮你加入了吗？这个没东西，我就只好随便装了。就是要测一下，到时候是还不是，不是就要再。要不然随便你。可以啦，就是热的，有一点早而已。要不然还有个方法，就是我待会先开热水或冷水，然后就简单的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就是开冷水，先开一点点，然后测试一下上面。bingo， 冷水管装对了。我这边要录吗？没办法录啊。啊？没办法录。那你录啊。很困难，难度很高。那现在你就加减录了，我看一下到时候我自己觉得什么可以用我就用。我已经对这一段很放弃、很绝望了，因为我光是在这边要作业、要录影就浪费了我一半以上的时间。好，先这样。这个要干嘛？这个是加重的功能，因为你刚刚的水龙头拉上去之后，水管会上去。你如果拉上去之后，水管上去，还要有一个重物让它可以自然下落。你要至少绑在这，这样子它下来的时候刚好在这里，会是最重的状态啊。如果你绑在这，它就是会就垂在这里，然后你可能拉上去，它这边就会垂垂的，所以要稍微往上一点点。啊，如果也不能太上面，太上面的话会导致水管拉上去就被卡在那里，它就不会动。大概是这里啊，要小心就是把它放在中间，因为你如果把它水管弄破就废了，这一组就废了。你就会把它选择上面一点点。好，继续。OK， 好，上面就可以实验掉。拉到3000元，今天的账就收这样。